历史的长河中，纣王这个名字似乎充满了恐怖、奢华与暴虐的象征。可他真的是那样一个恶名昭彰的暴君吗？他为何被冠以暴君的头衔？又为何他的一生会成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篇章之一？他的一举一动不仅影响了周朝的建立，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。让我们从他的出生、崛起到最终的覆灭，揭开这个充满谜团的王者故事。纣王元明心，是商朝最后一位国君，他的故事注定是一段充满争议与谜团的历史。作为商朝王族的一员，纣王自出生便肩负着巨大的期待。作为商王武丁的继承人，他本应是这个帝国的希望，是那位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君主。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。那么这位年轻的王子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沉沦，最终让自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如此恶名的呢？在他还年轻的时候，纣王的形象并非如后来的传闻那般丧尽天良。纣王年少时充满了王族气度，他聪明、勇敢、英俊，拥有无数的才华和潜力。他的性格并不暴戾，反而有些沉稳。许多历史记载显示，他年轻时在治国理政方面也不乏优点。作为王子的他，显得格外与人亲近，懂得礼，也有谋略。那时候的他，似乎更像是一个明君的潜力股，而不是那个千古暴君的模样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纣王的个性逐渐发生了改变。这种转变不仅仅是权力与责任的压力，更与他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密切相关。许多人认为，年轻时的纣王虽然有治理国家的潜质，但他周围的权谋与复杂局势让他渐渐迷失了方向。年轻的纣王缺乏应有的谨慎与理智，他的个性也逐渐变得张扬与暴躁。暴政的种子在此时悄然埋下。到了纣王继位的那一天，他站在了权力的巅峰上。初期的统治，纣王似乎并未一开始就选择暴政作为治理方式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一些记载曾提到，纣王刚继位时并不显得特别暴力，他尝试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和军事建设。毕竟作为一个继承父亲大业的年轻君主，纣王的初期努力并没有显现出什么极端的暴政行为。那时候国家经济虽有些衰退，但也并非一片混乱。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持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纣王逐渐陷入了对奢华生活的沉迷。他对物质的极致追求，形成了他政治腐化的根源。酒池肉林、铜雕女性像，这些奢华的装饰不仅成为纣王统治的象征，也为他的暴政增添了不少色彩。当国家依旧面临外部威胁时，纣王却不遗余力地沉溺于自己的奢华生活，甚至有些决策变得极端与不理智。试想一个君主满心渴望享乐，放任奢华，而忽略了国家的民生疾苦，他又如何能赢得人民的心呢？更为严重的是，纣王的统治逐渐变得极端暴虐，他对待反对者极为残忍。曾有记载指出，他曾在不满自己统治的臣子面前直接动用酷刑，甚至威胁或杀害那些忠诚的官员与将领。最为人称道的是，他的耳目广布，谁敢反对他，谁便可能遭遇致命的打击。这种冷酷的政治手段不仅令国人恐惧，也让许多忠诚的臣子不得不选择投降或被迫背离。欢迎来到以墨说史，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，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订阅，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。而在纣王的私生活中，妲己的角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。妲己，纣王的宠妃，成为了他堕落的象征。有人认为，妲己的美丽与阴谋成就了纣王的暴政。
但也有一种看法认为，妲己仅仅是一个历史悲剧的陪衬，她的角色似乎只是纣王暴政的催化剂，而并非决定性因素。妲己通过各种手段影响了纣王的决策，她的言辞常常让纣王沉迷其中，而这一切逐渐加剧了国家的动荡与混乱。妲己的权力不断壮大，她的种种行为让纣王的暴政愈加加剧，甚至导致了朝廷内外的广泛不满。从这些历史的片段来看，纣王的堕落似乎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他的早期表现并不坏，但随着权力的膨胀，他的个性逐渐发生扭曲。他的奢华生活和暴虐统治使得他逐渐走向了历史的深渊，而妲己的角色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诱因，但也不应成为一切暴政的唯一解释。纣王的失败正是他无法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、享乐与治理之间的关系，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。纣王的统治曾经让商朝在一段时间里看似风光无限，然而很快就陷入了巨大的危机。他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做出的决策错误，逐渐把整个国家拖向深渊。先说对外的战争，商朝一直以来都在与周边的部落和国家发生冲突，但纣王并没有继承父辈们的远见，而是在外交上犯下了严重的失误。他对敌人的低估和不够谨慎的战略，直接导致了商朝的多个军事失败。这些失败不仅消耗了国家的力量，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商朝的弱点。周朝便趁机崛起，逐渐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。然而，纣王的失误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，在内部，国家的腐败问题也愈发严重。纣王沉迷于豪华的享乐生活，把自己的目光紧盯着美色与宴会，忽略了政务的处理。他迷信神灵，进行各种奇怪的祭祀与占卜，认为这样能保住自己的王位。于是，他的政务日益荒废，百官尽职尽责的精神也逐渐丧失，国家治理陷入了混乱。那些本应处理重要事务的官员，在权力的诱惑下渐渐腐化堕落，国家的经济、政治和军事体系也随着纣王的忽视逐步崩溃。而与此同时，周朝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。周武王这个年轻的领袖早就看穿了商朝的腐败和不作为，他的眼中，商朝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空壳，内里却早已空虚。周武王的野心和决心不仅仅来源于周朝的实力增长，更加源于他对商朝腐败现象的深刻不满。周朝联合了不少周边的国家，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。这样的合力让商朝不得不开始感到压力山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纣王做出了他一生中的最大错误，他选择听信了那些巴结他的人，远离了那些忠诚的臣子和有能力的顾问。当有人提出警告，建议他应该警惕周朝的崛起时，纣王却在奢靡的生活中找到了满足，认为自己依旧是天下无敌的王者。他并没有认真考虑周朝的威胁，反而对那些提醒他的臣子置之不理。就在此时，商朝的局势急转直下，民众对他的不满和反抗开始蔓延，各国的联合反叛也在悄然酝酿中。纣王的失误不仅仅在于未能看到自己的治国失败，更在于他错失了改变局面的机会。在关键的时刻，他沉迷于享乐，忽视了国家的根基和民众的疾苦，这才导致了周朝的崛起。周武王的起义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，而商朝的军队早已因腐败和低效而无法与周军抗衡。最终，周武王通过出其不意的进攻，摧毁了商朝的防线，而纣王的命运也彻底定了下来。周武王的起义并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胜利，它背后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。商朝的暴政和腐败已经让百姓忍无可忍，周朝的崛起代表了人民的反抗，代表了对暴政的终结。商朝的灭亡并非一场单纯的战争，
而是一个腐败政权最终因自身错误和失误而崩塌的必然结果。而当纣王最终死于战乱时，他的命运就像一场剧烈的下坡，曾经辉煌的商朝也随之落幕。纣王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。后人怎么看待他呢？他是否真的就是那位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暴君？或者他的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些值得深思的启示。纣王死后，历史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评价，他被记载为奢华暴虐的典型，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。然而历史的审视并不总是那样简单。纣王的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暴政，也因为他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，错失了最重要的时机。他的治国理念与手段已经无法满足那个时代社会的需求。也许我们能从纣王的故事中汲取一些教训。权力的膨胀和对奢华的迷恋，最终会让一个国家的根基崩塌。历史上那些暴君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暴力和奢侈，更是因为他们无法看清时事，忽略了人民的声音。也许在后代的统治者眼中，纣王的故事不只是一个恶名昭彰的警示，它还是一个关于如何治理国家，如何保持清醒，如何真正听取民意的深刻反思。纣王的一生就像一场跌宕起伏的悲剧，他从一个年轻的王子，凭借父辈的基业与自己的智慧，走上了帝王的宝座，然而最终却走向了灭亡。这个过程充满了奢华、暴虐和错失的机会。如果把纣王的一生看作是一部历史剧，他无疑是其中那个最终无法逃脱命运捉弄的悲剧英雄。这个英雄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位时所做的种种暴政，更因为他没能从一开始就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反而沉迷于奢华与享乐之中。最后整个商朝在他手中崩溃，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：一个国家的衰亡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？我们看他的故事，不仅仅能看到那个血腥暴虐的纣王，也能看到一个帝国是如何在错误的决策、无视民心和贪欲的推动下走向灭亡的。纣王的失败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悲剧，他的暴政、奢华和迷失方向，最终将一个强大的商朝拉入了深渊。商朝原本的辉煌逐渐被纣王手中的刀剑、酒池肉林所淹没。民众的疾苦、臣子的忠告和社会的变化都未能引起纣王的注意。他固守着自己的权力，沉醉在自己创造的美丽幻想中，忽略了真实的世界。结果商朝最终在他的错误决策中瓦解。这种政治的腐化与放纵直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。但如果我们仅仅将纣王的失败归结为他的暴虐和错误，那也许就错过了他的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警示。他的经历不仅仅是对暴君的批判，也是一面镜子，反射出那个时代，甚至是任何时代，一个领导者如何面对权力的诱惑，如何应对国家的未来。纣王之所以走向灭亡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暴力，而是在于他缺乏远见和责任感。他的故事提醒我们，单纯依赖权力和暴力，忽视民心和社会的真正需求，最终注定会陷入困境。在华夏历史上，纣王的名字永远与暴君这个词挂钩，这或许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。但在他的名字背后，我们也能看到帝国衰亡的普遍规律。当一个统治者迷失在奢华与暴政中时，国家的根基必然会逐渐动摇。权力的巅峰并非永恒，它是建立在民心、制度和责任上的，而这些纣王都没有珍惜和维护。于是商朝的衰亡成了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一页，而纣王的名字也永远刻在了这段历史的最深处。纣王的悲剧是深刻的，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广泛的。
他的失败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的命运最终掌握在领导者的手中。一个明智的君主不仅要有雄心壮志，更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责任感，时刻警觉身边的危险，关心民众的疾苦。否则，无论多么强大的帝国，也难以避免崩塌的命运。